印度尼西亚巴丹岛这个热带天堂，历史上曾是东西方商贸的交汇点。早期的马来王国、殖民时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造就了这里丰富的历史遗产。伊斯兰教与传统土著信仰在此交织，形成独特的文化风貌。本集，探长李叔将踏上巴丹岛，探索这座岛屿的隐秘角落，感受热带风光的魅力与历史遗迹的神秘。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北部岛屿，隔新加坡海峡与新加坡相望，距离新加坡只有40分钟船程的地方。它不仅享有小巴厘岛之称，而且是一个具有原汁原味的小马尔岛。我们去前往印尼的巴丹岛，从这边距离那个地方大概是40分钟的船程。一路上，我们随处可见如火如荼的建筑施工现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繁荣。接下来，我们将前往巴丹岛最大的现代化商场。这个商场不仅是岛上最豪华的购物中心，更是集中了最全面的购物。What is? What they going to build? Batam Center. Sorry. Batam Center. Oh, Batam Center. Batam Center. 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Oh. 这个商场的人真的是很多，而且这个商场也是最近才建成的，所以都是很新。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入铺率还是蛮高的。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印尼不仅有着美丽的风景，还有令人垂涎的地道美食。其中独特风味的咖喱酱让这个餐厅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因为印尼餐普遍都是比较偏酸、偏辣啊，可以看到这个是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辣椒，而且呢，我发现其实它多多少少有点中和了这个中餐，你可以感觉到了这些豆腐，然后一些小的虾仁，像这个华人的饮食习惯。由于管理发展的不均衡，巴丹岛有些地方的路灯还没有修好，晚上驾车经过那些漆黑一片的道路时，真是让我提心吊胆。前路一片黑暗，开车就像在玩一场紧张刺激的冒险游戏。一路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车灯的，路灯的，所以路对面行驶来一辆车啊，这个窗也是非常模糊，所以真是惊心动魄。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0点到11点。巴瑞朗大桥群是巴丹岛的地标之一，由6座桥梁组成，连接了巴丹岛及其周围的几座小岛。巴瑞朗大桥群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欣赏日落的绝佳地点。每当夕阳西下，整个桥梁被染成金色，映衬在宁静的海面上，景色美得让人陶醉。这个桥是通往其他桥屿的必经之路，可以看到其他的岛屿呢和这个桥是相连接的。这个桥是可以通往其他6个岛屿，很多人在这边拍照。这个桥其实叫做，其实这个桥其实叫做彩虹桥，但是它也不是彩虹呀，可以看到各个不一样的这个景色。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完全是连接着不同岛屿的这些地方了。在这样车来车往的繁忙地方，有3个女孩子在卖水。尽管周围环境喧嚣，车辆来往，她们依然笑容满面，全力以赴地销售自己的水。这些水不仅是为了应对炎热的天气，更是他们和家人生活的一部分。On this bridge, yeah, this is really nice. Thank you. Yeah, thanks. 来，彩虹桥的第一杯奶茶啊，第一杯豆奶，这样的感觉。然后看着这个从另外一个区域的人，然后
前往另外一个岛屿，然后旁边还有卖一些这些小吃。我觉得他们3个人在这边也是蛮可爱的，然后应该是3个姐妹。And are you all sister? Yes. 3 is a sister. Yes. Who is the oldest one? Oh, you are oldest one. Oh, 2. Oh, okay. 3. Yeah. That's cool. Yeah, that's cool. Best friend. Best friend. Oh, okay. That's nice. Yeah. 在前往越南难民营的路上，我们突然遇见一辆车，车顶装着一只彪悍的猎狗，车头坐着3个健壮的男子，速度飞快地驶过。好奇心驱使下，我询问了 Jack， 才得知了一切的来龙去脉。已经属于印尼当地的一个习俗了。啊 ，Buru Babi。Buru Babi。哇，所以 Buru Babi 就是 Hunter 那个 pig。可以看到那个前面的那一个，他们就在我们的前方，然后有很多人丛林里面，然后让这个狗去帮他们去找这个猪 ，Buru Babi， yes， 去找这一个猪，然后呢，这在印度尼西亚还是蛮经常见的，可以看。越南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一部分越南难民逃离战火，来到巴丹岛定居下来，他们带来了丰富的越南文化和传统。将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社区。走在越南村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传统的越南建筑，仿佛时光倒流，带你回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Time the people from Vietnam came to Indonesia, they use the boat. Yeah. So that time we call them Manusia Perahu. Manusia Perahu means people who live in the boat. Oh. So basically, this is how to describe the from so far place to come here. They are living in the boat. They don't know actually how to go, where to go. They don't actually. They also don't know They the place. just want to find the island and stay there. 哇，他们当初就是非常简易的乘坐这一个小木船，有很多人可能都会死在途中。来到这边之后的他们的建筑还依然被保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其实都已经破破烂烂了。经过这个风吹雨晒、风吹雨淋啊，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视机，这就是他们当初的生活的状态啊。然后在2楼的话，也是可以看到那个应该是一个房间吧，也是可以看到电视机在那里。这是当初他们生活的一个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生活的一个背景，一个状况。Jack 聊完之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初这些难民营呢来到这里之后呢，因为他们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但是呢，其实当地语言印度尼西亚语呢其实并不是很难的，因为呢，在英文中呢 ，ABCD 和印尼 Jack how you say is ABCD In Indonesia we say ABCD. So 其实是和中文也是拼音也是很一样的，是个阿波菜带，其实蛮类似的。对，这就可能导致学起来也是非常容易的。加兰岛观音寺牌楼上一行华文字：巴旦加兰岛观音寺纪念1979年联合国救济越南难民前来留下历史。加兰岛上的越南难民面对长期囚禁荒岛，前途茫茫，不少人自杀。此外，有些难民为了抗议当局的管制条例以及当局要他们强行遣返回越南，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岛上残留的就观音寺，只剩下一座木牌楼，上面观音寺几个字还清楚可见。我们登上一座建在山丘上的新观音寺，站在寺庙前，凉风习习，居高临下望向远处的海湾，让人心情宁静。这个地方看起来蛮清静的，没有多少人，但是感觉这个地方不知道它是在重修，目前看样子是没有任何东西，可能东西都搬移到那个地方，我会待会儿去看一下。这些都是打算建这个主殿的这些材料都在这边放着，是这个风景确实是挺优美的。每个地方呢都是在修建的这个痕迹，都是这些材料，建筑材料
感觉并不是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么的宏伟壮观。但是在里面看样子，里面的这个主殿是蛮大的。询问了 Jack 才得知，目前这个观音寺已经十分老旧，很多地方都需要修缮了。这个地方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多的主殿和侧殿都在进行翻修的，但是这一个雕像属于非常标志性的，还有这些来这个越南难民营的这个地方都是有这个照片。可能是因为要翻修的原因吧，所以我觉得大多数的雕像啊都已经被迁移到了另外的一个房间里面。再加上这一个风景，可以看到最前面它就是河流，是非常美的一个风景真是与世隔绝的一种感觉。这个热情地推荐我前往巴丹岛的丹绒廖滩正日游，渔民们生活的节奏很慢，仿佛时光在这里流淌得更为缓慢。村子里有着古老的木屋和石砌的码头，每个建筑物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见证着这个村子的历史与变迁。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然后到达这个专门是渔村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当地的，其实当地的这一个还保留着传统的习俗，他们怎么打鱼，然后呢，包括织网，这些都是被完全保留了下来。它每一家都是，底下是有一些餐厅，改造了为餐厅，然后出售一些饮品。刚刚从这边下来啊，就看到它的这一个穆斯林的这个地方，这边都是这个摔。哎，哈哈哈，这些羊，哎，嗨，哇，所以感觉这个现在应该是潮已经退了，然后他们把小渔屋全部都改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饭店呀、旅游的这些东西，招待这个外地人来的。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啊，他通过这种方式让我去捕鱼。真的有这个鱼在咬它的这个刺耳。在探索完这个渔村之后，我意外得知明天是恰逢1年1度的重要节日之一——哈芝节，也被称为宰生节或古尔邦节。哈芝节当天，穆斯林们会在清晨参加特别的祈祷仪式，随后进行宰生仪式，即宰杀羊、牛等牲畜。从这边已经可以听到这个教堂的发出的这个诵的这个经了。Yeah, so basically filming something. Yeah, 现在旁边都已经有了这些牛和羊，他们就以后是一会儿要去祭祀用的。This later will be killed. Wow, will be killed and the food will give to the poor people. Yeah. 哈芝节又称宰生节，是穆斯林用来纪念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愿意遵从真主的命令，献祭自己的儿子以实玛利以撒的故事。在哈芝节这天，穆斯林男子通常会穿上他们最正式和传统的服装，以表达对这个节日的尊重和虔诚。最常见的服装是一种白色或黑色的长袍。Is your kid? Yes, my son. Your son? 哦，他长得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帅气的一个孩子。Say hi. 哦，他们准备要杀这个牛了。哎呀，哎，Haraya。其实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宗教信仰，为了庆祝这个真主，这些宰杀的牛和羊也会被分给这些穷人，
和社区上面的人。我觉得这个牛已经知道现在的命运了。可以看到全身的都是这个利刃的，手起刀落，真的在整个印度尼西亚，在这一天都会发生，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个例。Yeah. So you can just bring the raw Yeah, meal. yeah. 哦，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东西在这里杀了之后呢，他们就会从这里面凭借着那个凭据，然后去领取他们的肉，然后这些肉全部都会分配到他们的社区里面，或者那些需要肉的人、需要食物的人。宰生仪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屠宰行为，它包含了丰富的宗教意义和仪式感。在宰杀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那就是抚摸动物并进行祷告。他们念诵着奉真主之名，真主至大。这个祷告是为了确保宰生行为是纯洁的，符合宗教的规定。通过这个仪式，我们能够感受到伊斯兰教对生命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以及对社区的深厚情感。在这一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那些泪水不仅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宗教信仰的深深感动和对社区团结的真挚情感。我可以看到现场其实是有很多人在哭，因为呢，毕竟它是一个活物，我相信现在也是在奋力的反抗。随着一天行程的结束，我在当地的市场上买了一些小礼物。当我把这些礼物送给这里的孩子们时，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惊喜和感激的光芒。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给予，更是对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告诉他们要积极向上，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个仪式不仅是对伊布拉辛信仰和顺从精神的纪念，也是对社区团结和互助精神的体现。在贺之节期间，人们不仅分享食物，还分享爱和关怀。Hello, this is Indonesian Mami Jabi. 随着一天的结束，我在这个充满意义的节日中，不仅感受到了穆斯林的虔诚和信仰，还体会到了社区的团结和温暖。看到人们为了纪念伊布拉辛的牺牲精神而共同参与这项古老的仪式，而我的旅程还在继续。下一站，我将迎来新的冒险和体验，去探索更多未知的文化和风景。